穿越大明3年，除了继承一家道观以外，你一事无成。眼看15年后，大明就要亡国，建奴入关，嘉定3屠，扬州10日，大汉民族即将迎来最悲惨也是最黑暗的时代，你就叹气不已。可就这样无出身的小草民，能苟活就是万幸，何谈逆天翻盘呢？本来打算离开大明逃到海外，可谁知道前几天一封信递了过来，说是身体原主的侄子名为萧冷风，在外头做了10年生意赚了大钱，准备回来省亲，毕竟是唯一的亲人，还是等他回来带上一起跑吧。另一头，一身便装的大明皇帝卓简刚继100万诸孝，准备回宫，他叹气，3年前他的兄长手中接过大明江山，自登基以来，每天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生活上也对自己严苛的极点，国库没钱，就把皇宫中的金银器皿全都卖掉。堂堂大明皇帝每餐只吃1菜1汤，容包破了都是让皇后缝了补，补了缝。可继位以来，天灾不断，人祸不绝，只有大厦将倾和自己无力回天的绝望。正在这时，路过一个村庄，家家都在生火做饭，他愣住了。如今连年干旱，腐蚀繁重，这村居然每家每户都在做饭，实属怪事。正巧一个老头走来，从他口中得知，是因为这个村子里有个小仙长，给大家弄来了名为土豆的鲜粮，让人人能吃饱。还有就是害死大明开国太子朱标的那个被拘，老头我也有，正要准备后事，结果给小仙长几下就治好了。听完描述，崇祯惊了，不仅耐旱容易活，还亩产几千斤的粮食，还能治疗被拘，这什么神仙手段？这时老头仔细打量他一番，都是惊喜。哎呀，你不就是小仙长家的侄子萧冷风吗？小时候还调戏过我家孙女儿，你瞧我这瞎眼呐，好几年没见都没认出来。来，跟我走。崇祯也不急不恼，正巧要见识下这所谓仙人，一见面你就板下脸来，混账东西，还知道回来。道长，你认错。道长，我是你亲叔叔。到了房间后崇祯看到了地上的火炉，不由一怔，这是何物？为何生火闻不到煤烟气味呢？你呵呵一笑，大侄子，那是蜂窝煤，不仅炉火旺盛还耐烧，不会煤气中毒，干净卫生。崇祯渐渐欣喜，这如果京城的家家户户都有这么一个煤炉，那冬天就没那么难熬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你端上的菜分别是蒸土豆、烤红薯和玉米糊糊。崇祯吃了后顿感不错，在得知这3样作物产量都有上千斤后，他不敢置信。可在开完柴房堆满了玉米棒子、土豆和红薯后，他或许急促，若能将这3样作物推广，我大明就再无饿死百姓，这还怕什么天灾？但是没了乱民，就可以腾出手来，集中精力对付辽东的贱奴。太监王车都疑惑了，道长为何不将这作物献于官府，惠及天下百姓呢？还能得到赏赐？你翻了个白眼，赏赐？咱们村的秀才去年就拿了这3样去顺天府衙门换奖赏，结果被官府老爷说是妖言惑众，打了30大板，躺在床上足3个月。崇祯大怒，岂有此理！这简直是尸位素餐。你扑哧一笑，这3样东西早在万历年间就从西洋传入大明，可地方官吏为何不上报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首先百姓愚昧，不愿轻易尝试新作物；其次推广对官吏没好处，没有油水可捞，更别说百姓要是吃饱饭，那谁还会卖田卖身给富绅地主当牛做马呢？崇祯猛一拍桌子，怒不可遏，官吏视为素餐，可恨至极。你一脸鄙夷，你个小屁民激动啥？就算推广到全国，百姓得不到实惠，土地都是宗亲附身手里，到时候肥的是钱柜，老百姓照样饿死。咱们这大明迟早要完崇祯彻底疯狂，居然有人当他的面说大明要亡。王承德立时呵斥，放肆！你怎敢说出此等大逆不道之言？呵呵一笑，不信贱奴昨天就入塞了，很快就会兵临京师，到时候京城大乱，好日子没多久了。王承德又惊又怒，你怎敢如此妖言惑众？就不怕被抄家灭族吗？崇祯摆手，急声问道，不可能，朝廷在辽东山海关驻守重兵，他们怎么可能入关？城池关隘都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那奴酋皇太极刚接手大汉之位，为了稳固内部，兵行奇招，避开关点井防线，去到蒙古，突袭龙井关和大安口。没错，历史上崇祯2年10月底，皇太极亲率8旗大军奇袭大明，最终破墙入塞，杀入大明腹地，劫掠金银，屠杀百姓，十室九空，哀鸿遍野。这是彻底改变大明国运的几次之变。你自我认知也很清晰，自己一介屁民，若真要向官府报告，脑袋保不保得住都是问题。可崇祯脑瓜子嗡嗡响，这事儿要是真的，就如同大明心脏被人狠狠插了一刀，就算不亡也都要国本闲聊结束后，你叮嘱大侄子哪都别去，就在道观住着，我给你收拾房间去。可一回头就不见他身影，就连锅里的红薯土豆都被顺走，不禁破口大骂，彻底疯狂。
另一头，崇祯回了皇宫，便让王承德传旨下去，让六部九卿来文化殿议事，准备推广一下土豆。忽然提出了忧虑：你们说建奴有没有可能绕到蒙古发动奇袭呢？大臣们先是一愣，然后都笑了。首辅韩况捋着胡须：陛下多虑，那蒙古哈拉慎部是我大明藩篱，怎么会让建奴大军通过？兵部尚书王洽嘎嘎直笑：建奴长途奔袭，哪来那么多粮草？蓟镇防线有重兵防守，还好在境上做生意，富庶得很。我大明将士难道是吃干饭的吗？就差没说崇祯杞人忧天了。在座都是大明的肱骨重臣，学识才干都是顶尖，不信他们难道信个小道士吗？崇祯心中大定。可这时一名太监进来：陛下，兵部800里急报，说是奴骑皇太极去到蒙古，以哈拉慎部为先锋，突袭龙井关和大安口，现在已经攻破关隘，突入长城之内了呀！这下大臣们无不面如土色，这陛下哪是杞人忧天，而是有先见之明啊！只是他又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呢？崇祯也是脸上火辣辣的呀！既然建奴入关的消息是真，那岂不是说他们肆虐经济，大明只有10几年光景的事儿也是真的吗？刚才还一脸笑的首辅韩况，现在冷汗都下来了。这建奴入关，立即传旨金辽都师袁崇焕前来京师亲王呀！建奴满万不可敌，光是关宁京还不够，必须传令各镇兵马亲王。大殿内乱糟糟一片，崇祯失望至极，这就是大明的肱骨重臣嘛！争权夺利的时候，一个个奋不顾身，真到了江山社稷的危急时刻，却没一个顶用。看到一旁的红薯，忽然想到，是了，这消息都是萧帆道长预测的呀，入关地点、路线都分毫不差，这是未卜先知啊！于是第二天，连忙带太监去了道观。不好意思，昨日有急事走了匆忙，不曾告知，今日是前来赔罪的。可那句叔父是怎么都叫不出口啊！你翻了个白眼叹气，算了，都是自家人，进来吧。写了中叮嘱，最近北方局势越来越乱，等年后稍微平静一些，咱们去南方避难。崇祯不动声色表示，我刚在京城投了一大笔银子，恐怕走不开身。投了多少钱？全部身家。他也说的没错，整个大明江山都是他的。你急了，这大侄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这个败家子啊！崇祯一脸苦笑，皇兄把这个烂摊子托付给自己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总不能撂挑子不干了吧？连忙问你，可知道建奴大军接下来的动向呢？呵呵一笑，皇太极战略路线只有一条，那就是从喜峰口到遵化，蓟门最后是通州、京师。崇祯连忙道：那派兵守住喜峰口，能否阻住建奴大军呢？你摇头，来不及了。近年来，皇帝听信袁崇焕吹嘘的5年平辽之策，将大量财力物力投入辽东防线，可蓟镇军备荒废，怎么能守得住喜峰口呢？崇祯也是暗淡，当今世上建奴骑兵野战，天下无敌，可现在又有什么法子在建奴大军坐镇在外呢？你呵呵一笑，死守遵化，如此一来，非但可守住，还能借机重创建奴大军。崇祯有点失望，遵化兵力空虚，守住都难于上青天，还谈重创敌军，不是痴人说梦吗？大侄子，你格局小了。建奴10万大军绕到蒙古，每天粮草消耗巨大，只能速战速决，而他们不善于攻城。遵化是经济门户重镇，短时间内攻破绝非易事。皇太极之所以敢孤军入关，正是因为在遵化城中有他的内应。没错，历史上建奴仅用1个时辰就破遵化，并非他们太强大，而是城中有内贼纵火，导致群臣大乱，最终建奴大肆屠城。崇祯勃然大怒，有人通儒卖国，该死该杀呀！你呵呵一笑，如今大明也要欲追，汉奸自然就多了，那提前出了内奸就可以守住城了嘛？非也，揪出内应是第一步，接着是引奸奴入城之时猝然出击，让3旅屯营再同时夹击，烧的粮草，那就可以彻底扭转战局。除了兴奋击掌，叔父好没有记忆呀！可你还是摇头，光靠这些还不够。叔父请赐教啊！遵化东面的3屯营绝不容有失，可驻守总兵朱国彦是个无能蠢货，副总兵朱来同更是贪生怕死，必须将他们撤换，不然别说重创建奴，遵化都保不住。历史上大明惨败的根源也正是在此。当时山海关总兵赵帅教领精锐4000，星夜兼程300里驰援遵化，可刚到3屯里的时候，守城总兵朱国彦居然将援军拒至城外，赵帅教无奈，只能领着疲惫之师前往遵化。结果途中遇到建奴重兵埋伏，4000精锐全军覆没。这威名赫赫的猛将一腔热血前来救援，最后却被猪队友活活坑死。而3屯营副总兵朱来同更是遵化失守后弃营逃命，导致3屯营被攻破。自此经济门户大开，建奴长驱直入，肆虐百姓。崇祯将其一一记下，继续问道：不知何人能镇守遵化3屯营呢？你白了他一眼，这大侄子一个行商的，怎么对国事这么感兴趣？那自然是以孙承宗为钦差，坐镇遵化，大同总兵满贵，山海关总兵赵帅教为将，
镇守三屯营，只要赶在11月初3进城之前，整顿防务，拆除奸细，就可完全守住。孙承宗是先帝之时，经历辽东多年，功勋卓著，就连袁崇焕都是他的门生，满贵和赵帅教更是忠义无双，并称明末两代良将。崇祯继续问：那内应是谁呢？呵呵一笑，把遵化城中的晋商全部抓起来，保证没一个是冤枉的。历史上大清成立后，册封了8大皇商都是晋商，由此可见晋商当时对他们的帮助有多大。崇祯内心狂喜，时间虽然紧迫，但完全赶得及，只按照叔父安排，绝对能够化险为夷。深深一拱手，这次若能击退贱奴，大明上下必将铭记叔父功德。你扑哧一笑，你想多了，大侄子。问题的根源在于皇帝，咱们那位万岁爷早就被文官或瘸了，王承德是吓得心惊肉跳，诽谤皇帝，这倒是萧凡胆子也太大。崇祯却陷入沉默。这话难听，却是实情。他的皇帝纯属赶鸭子上架，根本没受过相关学习，经常被大臣用仁义道德的大帽子给绑架，再加上肠胃受到压制，失去耳目，以至于昏招频出。这次镇定要独担前纲，力挽狂澜。和嬴政告别后，回到皇宫没有片刻耽搁，马上拟旨加封赋闲在家的孙承宗为钦差，星夜前往遵化主持战事，加封总兵满贵为武经略，赐上方宝剑，与赵帅教驻守三屯营，命袁崇焕领关宁军以及地震各处兵马，即刻驰援遵化。这时王承德急忙提醒陛下，这不合程序啊！没错，大明朝圣旨不是皇帝一句话就能发布的，都得经过廷议，那个票拟，司礼监批红，这一整套程序，皇帝直接发出了那叫中旨，6科是有权封驳的。崇祯一咬牙，发800里加急发出去，他太清楚这帮大臣是什么德行了。这次大量启用人，肯定会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。等程序走下来，皇太极估计都期待自己从中拉降了。这一下引起轩然大波，其实6科几十中集体上书，在这督察院6部官员也都上书劝谏，奏章最终了2个半箩筐。崇祯依然不予理会，看都不看，直接留中。所幸连每天雷打不动的朝会都取消了。时间很快来到11月初5，大批官员把皇宫给围了个水泄不通，要是皇上不见，他们就不走了。崇祯没办法，只能出去迎接。这下大臣们开始发难，陛下不仅内阁发中旨，有违祖制，还请收回。陛下这是乱命，臣等不敢从。一时间群起激昂，跟捅了马蜂窝一样。崇祯还是第一次见着镇长，内心不禁动摇，难道朕这次真的做错了吗？可脑海中又回想起叔父的话，内心重新变得坚定。你们一个个天天把忠君报国挂在嘴上，可如今剑能入侵，经济告急，你们却还想着争权夺利，有几人想着为这分忧，为国排忧解难呢？首辅韩况奏出振振有词，陛下此言差矣，并非臣等不顾大局，而是陛下一意孤行，违背祖制。臣听说陛下是受了方位道士蛊惑，难道是忘了前宋的靖康之耻了吗？请陛下立即收回中旨，诛杀妖道。臣附议，臣附议。崇祯连似铁青，继朕战事，朕已决，绝不会收回。休得再言。韩况硬着脖子，老臣年迈，无力处置政务，愿请骸骨避贤者之路，恳请陛下恩准。慈父李彪也站出来，臣最近身体不适，特向陛下告假，请陛下恩准，请陛下恩准。这下朝堂局势彻底失控，大臣们气得伸长脖子等着看好戏，这看你皇帝怎么收场。崇祯气得浑身发抖，这压力除了太祖朱元璋、成祖朱棣，没一个皇帝能够承受得住啊！此时西直门马蹄声传来，800里加急快报到了，大臣们慌了，是不是借奴打过来了？完了完了，这该怎么办？哎，都怪陛下听信妖道谗言，岂不败之理呀！借奴跟野兽一样凶残，赶紧想办法逃命吧！可侍卫却高吼着：“大捷，遵化大捷啊！杀借奴8000，俘获2500。”这下大家都安静了。大捷不会是假消息吧？不可能，这是谎报军情。孙承宗这阿谀奉承之辈，为了讨陛下欢心，撒下这种弥天大谎，该杀！可等消息一公布，大家都震惊了。借奴于初3这天，兵临遵化城下，钦差孙承宗亲自上城墙御敌。当夜，孙承宗派人伪装成奸细，秘密联络借奴。皇太极不疑有诈，约定第2天里应外合。韩况忽然出声：“且慢，皇太极假道多端，又怎会轻易中计呢？”众臣也都纷纷露出质疑之色。崇祯冷笑：“若非叔父神机妙算，又怎能解除内奸？又怎么可能让皇太极上当呢？还敢说叔父是妖道，真该死啊！”一挥手说：“王承德这才把招呼晋商奸细的事儿当众说了出来。”这下大臣们都哑火，他们和晋商或多或少都有关联，追杀下去，谁都逃脱不了干系。王承德继续念：11月初4凌晨，遵化城内突起大火，城门大开，奴酋长子贝勒爱新觉罗豪格率5000精兵进了瓮城，我军早就设下埋伏，以弓弩火器当场歼灭无数，豪格被当场射杀。
他们是都懵了呀，这确定不是在讲《三国演义》吗？之后，三屯营驻军满贵，赵帅教攻打建农屯粮之处，遭前后夹击，建农大乱，斩八旗兵3000余，蒙古哈拉善部骑兵5000有余，俘获共2537人。大殿内一片寂静，落针可闻。这是建奴作乱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捷啊！王承德、曹华纯等一帮太监率先跪下，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呀！大臣们也都反应过来，纷纷恭贺。一时间，恭维阿谀之词泛滥，而韩况和李彪等之前跳得最欢的大臣，也真的是人都麻了呀！不是，刚才他们驰骋都出去了，这如何是好呀？崇祯是真的开心，呵呵一笑。之前有人说朕是昏庸无能的宋钦宗，现在又口口声声说朕英明神武，这是何故呢？文武百官纷纷低头不敢对视，崇祯心里舒服。登基3年，这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皇帝，叔父真的神人也。三无一策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就剩千里之外。好耶！蓟镇那边自有钦差孙承宗决断，那个兵部不得擅自干涉。说完，扬长离去，部分大臣心中默然。大捷固然是喜事，可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？遵化大捷不仅重伤建奴，对他们而言也是一次重击。凡是以后若都要皇帝乾纲独断，那他们的权势、富贵又拿什么来保证呢？而另一头，建奴大营内，皇太极皱眉，他是真的要吐了呀！自从努尔哈赤手中接过大汗之位后，其他贝勒一直都没安分过。他急需这场大胜，证明自己的能力。只要这次奇袭大明经济成功，他的地位就再无人撼动。刚开始计划十分顺利，可谁能想到，在遵化城中吃了这么大亏，连张子豪格都惨死，尸首都没抢回来。更为糟糕的是，大军粮草也被可恶的满魏和赵帅教复制了一句。虽说大军依旧不是大明可以抵挡，可没了粮草，也被阻挡在蓟镇防线外，这仗还怎么打？让他怎么都想不通的是，那个小皇帝怎么会有这么大魄力，那么快速度？任用孙承宗、满贵还有内应怎么会被识破？心中叹息，看来是有人杰为大明赢得了国运啊！另一头三朝后，崇祯吩咐王承德让御膳房准备几个精致小菜，用温头盛着，再带上一坛上等好酒，朕要去见叔父。